很多钱，不是开玩笑，真的是为了钱的话啦，你不需要创业。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赚钱，赚那个100-200万，我觉得打工完全可行。要翻1倍是不难的，我这样子在2年里面做到翻10倍，是因为我所改变的是整个商业模式，我的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套错生意模式，让我的价值变得非常卑微。我改变商业模式的运作，还是证实了原来一样的东西，换不同的定位上面是有这样大的差异化。全世界都在盯着东南亚，未来的2年3年，马来西亚的人会遇到很多挑战，被淘汰的机会非常大。我觉得是每一个本地企业家必须要做的一个抉择来的。Jackson，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 Jackson Khoo，MCM Group 的 Director， 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咯，保健品牌。based on 我们全部的总业绩来讲啊，3个到4个事业加起来，大概今年会做一个7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总业绩。那么 Jackson， 我们先聊一下你的背景了。你在大学是修读什么专业的？我在大学是读大 collection。之前我们读的是马来西亚比较罕见的课程，叫做 e-commerce and marketing。那时候当我筛选这个科系的时候啦，是全马只有2间大学有这个科系而已。那时候刚好我在17岁 Form 5嘛，毕业过后就接近18岁，需要找大学，我就看一下，那时候 online 的东西蛮行，直觉告诉我未来一定是 online 的趋势，所以我就决定这个一定要读。你大学毕业过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 Recall 里面，主要的话是负责这样子去销售比较大型的一些复印机 printer 这一些。那时候其实我毕业出来，其实我想找一份完全是 digital marketing 的工作。那时候我 interview 17份工作，17间公司都 offer 我， but 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都讲一句话：抱歉，我现在 offer 你这个，可是我需要你做 sales 的东西比较多，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马来西亚的企业。大家都觉得 online marketing 是一个 spammer 做的东西，是一个骗钱的东西来的，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技巧。记得我妈妈也跟我讲，好了，你已经 interview 这样多工作，全部要请你，你不要去。那时候我就跟她讲啊，等下我8点半9点有一个 meeting， 假如那个人马上请我，我马上就 engage。结果去啊，我跟HR manager interview， 他马上 offer contract， 就是那个复印机的销售。对，为什么？因为在那边其实我 interview 的 position 是 corporate sales。假如我有办法去convince上整间公司的人都站在我这里，包括讲他的董事、CEO 等等，就变成我以后出来创业的时候将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价值。所以我就觉得corporate sales 我可以学习，那就当场 interview 过当天马上接受了这 contract。这样后来为什么你会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其实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是我在那边做了最后2年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间看见，好像我看到马来西亚在 Facebook 里面第一次有人打广告，就是 Backdoor 呢。我看了那广告，我一样靠直觉，我很靠直觉的，就是他告诉我未来来了，说我必须为这个未来准备好一切的功夫。我第2天我就把我的辞职信交给我的 manager 了。第一份我开创的事业不是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其实是我们一间公司叫做 Food Director。你想象一下，它是一个 application， 好像 Facebook 这样子，可以 like、comment、share， 可以 post 照片等等之类的，但是给 foodie 的。那时候我觉得马来西亚以食物文化为主的一间国家，不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下这个东西。但最后我们其实用了6个月，证实这个生意是不能做的。After 过了6个月，我们决定 shut down 那个之前的公司 Food Director， 就转型从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转去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所以那时候我第1年其实也不容易，我就4个客户包，整年就4个客户包，可以来1个月4-5千、5-6千这样的一个收入，对我来讲可以。而且我是抱着就是人家是一边给我钱，一边学习新的东西哦。Why not？ 其实我是非常享受整个过程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开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呢，是我之前没有做过 marketing 的工作而开始，所以我必须用5年的时间，不管几辛苦，我都熬过这5年。可是我这5年必须要比别人学得更加快，所以我5年里面必须把所有的精华掌握到，我出来我做什么生意我都会成功。5年过后你就开始转型了。第4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大概有接近大概20个人，18、19个人。想来想去，它是一个 service 行业，你可以 scale， 可是你的运营成本要增加，所以变成这不是我的逻辑范围内。所以 it's about how are we going to scale without spending more。做这个是我的理念，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第4年里面年尾，我就告诉了我全体的公司所有的团队们，我们1年的时间证实我们可以突破这个模式，我们会尝试。假如突破不到的话，你们就需要去外面找工了，因为我们会结束这个生意。1年前就已经帮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包括我自己，也代表着我们只有完全 all in 在这最后1年里面。最后1年，第5年结束的半年之前，
我的旧顾客来找我，OK，就是我现在的第一个 partner。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一个东西，因为我意会到有一些问题。原来我们agency 跟 client 之间只是纯粹就是交易的关系吧，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所以我就想啊，这次我们想合作，我想换一个模式合作。第一个月我收你的3000块，你依然要给我，这个是我的专业收的 service fee，你只给我一个月，因为一个月我帮到你的话，我们 proceed 往下另外一个关系，就是 profit sharing 生意模式。我要大家一起发展这个生意。After that，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月。第一个月我当这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来过，我自己亲自操刀这个项目，我团队 support 我们的 content，我操作广告，甚至 reply 我都 involve 自己做完全部的东西。所以发现原来在 online 这样销售产品，一罐大概200块左右，我第一个月就可以卖100多罐了。MCN Group 其实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们 MCN Group 现在其实属于一个集团来的，在我们公司里面，其实我们有好个不同的division 哦。一个 division 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第一个 partner Lightrade Asia 合作，说我们合作了6年，就是帮他一系列的 Light Series 的产品全部打入华人女性的市场。我们第二个业务就是 Major K，Major K 是跟我第二个 partner Vincent 一起，他是来自一个美国 OTC 上市公司 Disruptor 一个老板来的，所以他本身厂家，所以我就把我跟 Gad 的合作方式里面成功的模式复制进去 Major K。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在去年开的一个 distribution channel，我们把线上的产品、线上的流量带去线下里面，是我们跟很多的 retail 主要的 pharmacy 超过100间，我们在合作着的。其实我做生意的方式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知道，就是 moving value to value， 把价值传递这一块做得好。很多人不明白，是因为他开创每一盘新的生意啊，他都从零开始。可是我不是，我每一盘新的生意都是借我之前生意的力量来去开始，所以变成我去开始它是很简单的。在我第3个生意就是 distribution channel 嘛，我把线上产品铺到线下去。前期我用的产品系列只有2个，就是 Lightrade 跟 Major K，2个产品都是我在经营这所有的营销跟运营的。而且这2个产品的系列产品啊，它在里面拥有3个到4个产品，在 online 是非常有知名度。所以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所谓的流量跟知名度搬过去 offline， 的确它证实了我在线下做业绩是非常的容易吧，因为它已经有知名度，我只要把产品放更多点，就有人自然会去买了。去年第1年做了700万，今年会做接近2000万。2000万？对，在第2年吧，明年我们甚至会 M 下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5000万的业绩。这也是因为我借力了我第1间跟第2间公司的力量，而让我的第3间公司跑得非常的快。我很好奇，其实你们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呢？你怎样去跟客户去创造价值呢？其实我本质上我做营销为主，所以我一切都是以客户给的价值在边思考。Before 做这个决定前啊，有很多 end consumer 直接有告诉我们，其实我很想买你的产品，但是我不想在 online 买，我想在 offline 买。就照此用户想要我们就去。那时候也是在其他的国家，中国包括美国也开始在讲 O2O 啊 OMO 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开始结合这个所谓的 trend insight， 包括客户需求，创造出这个新的生意，就是为了 fulfill 这些 requirement。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大健康平台，专注在 healthcare 市场罢了。我所做的整个业务啦，在做这上游、中游跟下游的动作而已。对，我的 partner 是厂家上游 distribution channel， 我们去年建立是我们中游，下游就是关于 online offline 渠道去负责对接客户的话，我们都在做着。所以基本上我在玩着产业链，不再只是做营销而已。所以我们不讲我们只是营销，我们是一个营销平台。我们用我们的营销能力跟数据分析能力灌溉整个 healthcare 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需要填补这个 gap。那么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外面一些品牌也是在大健康领域，其实他们可以跟你来一个配合，对吗？可以，所以基本上我们尤其是我们已经去年开了这 distribution channel 嘛，所以我们已经证实了我们2个系列的产品在线下做得很不错。OK， 而且我们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马来西亚市场有非常多在 healthcare 做的 distribution channel， 比如讲 DKSH 啊等等之类的大公司。可是假如是用数据或者用营销为主来经营 distribution channel， 应该是我们罢了。我给你一个 example， 其实比如来说，在跟我们合作的 pharmacy， 它每一个 order 跟订单需要把 customer 资料填入我们的系统里面，这个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会帮你
把数据交给你们。对，对，这就是我们特别知道为什么呢？他只要做了这个动作，说这个 data 不只是 on retailer 有罢了，我们 J2O 我们有这个数据，品牌商也是有这个数据，有这个数据我们干嘛呢？作为本质的东西，从数据分析那一边去开始去思考有什么营销的动作或者方案我可以来去执行，让我们的业绩更好，双方一起更好。我们是全马第一家现在做着的，100家已经在配合我们这个操作方式了。那么 Jackson，你可以讲说有没有一些例子，比如外面的一个品牌跟你们合作发展去线下的时候，大概可以创造怎样的一个营业额呢？我们就讲一下了，从品牌上也讲，从我们的合作的一些retail 门市的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说我们跟 brand 合作，我们有自己的 brand 啊，其实有38%的总业绩是来自线下。30%。对，就是一年里面从0到38%总业绩来自线下。给这样子来自线下，第一就是我相信在所有的电商里面，网络营销里面，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 acquire 新的 customer 在 online 的渠道是非常的昂贵的。就比如来讲，我们自己 online acquire customer， 我可能必须要花200到300，甚至400-500 ，depends on 你的 product category， to acquire 一个新的顾客。可是在线下 to acquire 一个新的顾客，可能50-60块、70-80块而已。就变成那个之前所谓讲的 online 去获取顾客是最便宜的方式，那个年代已经过了。反而现在真的是线下比 online 来的更有效率，在获取新顾客那边，所以变成我们在今年的新的顾客增长也来的比较轻松，也更有效率，是因为获客的那个成本降低很多。compare to 之前，当我们单单依靠只是 online 平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对，能够在我们跟 retailer 合作，其实我们有分 tier 的 retailer，tier 1、tier 2、tier 3或者 no tier 的 retailer。So 那些 tier 1的 tier 2的 retailer 啦，我们平均我们的业务占比，他们整间店的业绩是20-40%。20-40%，那个 offline retailer 对，业绩来自于你们。对，我们就拿我们最好那一间跟我们合作的 retailer 成绩来讲哦，他一个月最好的月份啊，在我们这里拿到的业绩是15万。一个月15万，就单单只是卖我2个系列的产品罢了，我给到他的店的业绩是一个月15万，他一个月的业绩平均大概可能是25万到30万之间。那正在收听的听众，他们如果正在做着电商，在大健康领域，其实 Jackson 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的转变，所以我相信刚才 Jackson 提到那个在 online 获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还没有及时做出一个改变的话，可能需要现在开始布局一下。对对，这是非常正确的。稍微的提醒一下，假如听着是电商的朋友们，我发觉到所有的那一个电商平台，它只会越来越贵吧。当它时机成熟，用户够多的话，它体量够多的话啦，它的 commission 只越抽越多，不然的话就广告费越来越贵，就变成所有的电商平台在前期的时候或者品牌前期你可以依靠这些人。可是当你在后期的时候，你不能再依靠电商平台来去获取客户，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平台同时进行。那么 Jackson，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创业的建议。那其实 Jackson，你会鼓励年轻人去创业吗？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创业。为什么？ OK， 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它不止在可能在做对事情有回报，在金钱上面的回报，地位上面的回报，可是更重要就是你越来越明白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其实你代表了什么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每个企业家必须要充分明白的，创业的用途在哪里，而不是只是为了利益、金钱上面的回报而已。所以创业是最好的探索的一个工具，也是最快速可以让你认识自己的。它会加速整个过程。比如来说，你在一个企业上面里面，你上班了，你打工了，你可能也因为它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不是你要的环境，你可能为了里面的钱去做而已，所以你不会在那种状况去呈现真实的自己，你只会去以另外一种方式在那个环境生存，是因为你要得到你想要的 salary 或者工钱而已。简单来讲，你不会 all in。当你 all in 一件事情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在 all in 上面做的决策是跟你平时决策是会有分别的，因为你思维上面产生变化，而且需要承担一些风险的时候，那个决策对，不一样。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当我遇到风险的时候，我是笑着过的，我希望风险的到来。
没有风险事情我不想干，我觉得好闷啊这样的东西。对，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其实过去前期里面，我公司有放一些 core value 的东西，给我们就3个东西而已。我们讲的就是创意、创新、创业，它是一个流程来的。其实很多人搞错了，我必须要创业，他错了。你很多东西必须从创意开始嘛，尤其这个年代 ，content 啊、marketing 等等，你必须要用创意开始先。有创意，用你的创意来连接更加多可行的 idea，把它变成创新 disrupt 一些东西，不管极小大些可以 disrupt 够证实我这个能力去改变东西才创业。很多人走倒反，他以为我创业先，我做老板先，我才去想这样子创新，然后我再依赖创意，倒反了整个过程。那么 Jackson，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呢，在你的角度看来呢，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打工，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呢？假如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自我探索的人，你喜欢发掘新事物，你不喜欢走别人走的路的话，我觉得创业是非常适合你，因为人类就需要这样的人去开拓。但假如你真的是为了钱的话啦，你不需要创业，你去新加坡3倍嘛，对吧？你去美国4倍，包括讲今天你做 IT 的人，IT 最好发展的国家不是在马来西亚，是在美国。因为美国你转很多 startup 公司，它除了给到你的薪资不错的话，不是套给你股权，你可以套现。因为美国的 startup 圈子是被资本青睐着，包括讲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子啊。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赚钱。当然你要讲哦，一年我要赚那个100-200万，我觉得打工完全可行，只是不同的地方跟国家吧。可是讲你要去赚，可能讲几千万、几亿的话，这个就比较难。除非你是在整个打工群体里面啊，你是最高最厉害的那个1%，不然的话，这个只有创业。但是我就问你咯，在马来西亚创业，你以为一年赚那几百万容易吗？几千万更难，几亿更加的难。所以变成it depends on 到底你想要的数字在哪里，再找出哪一个方案或者哪一条路它是有人走过真实可行的，假如单单只是为了钱罢了啊，你就照着最好的方案和自己的强项配合去做而已。打工也是可以赚很多钱，很多钱，不是开玩笑。包括讲我们看一下，也参考一下，比如讲我一些常常有一些 follow 一些在 Meta 里面高层的一些分享，不止曼祖克本，他高层也是，他们在那边 team lead 啊或者高层啊，他们在那边换来马币的年薪是真的过百万的年薪。他打这工啊，帮 Meta 打这工啊，他还持有 Meta 给他的红股等等之类，这总配套很好啊。就这样打工就好啊，你干嘛就要去选择创业呢？假如你纯粹就是要为了钱咯。Jackson，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很多人他可能他的格局或者是他认知在于我在马来西亚打工，我想突破。不，其实你不一定只看马来西亚，你应该是看的是其他地方已经做到那个成绩，可能他可以只是换一个圈子就不一样了。对，因为这个是在我其实，在前几天我也是留言在一个马来西亚本地的报章这社交媒体上面，他就讲啊，去马来西亚不断的流失人才，我就在那边 comment 2句话罢了，一样的技巧，不同回报，我当然选最好的那个回报啊，没有别的原因啊，很现实。OK， 好。那么 Jackson，有些年轻人可能他想要创业，可是缺乏经验和资源。那么没有资源、没有经验，可是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这样从零开始呢？第一个，你必须要认知你创业前最强的那一个技巧或者强项在哪里。到底你有什么技巧或者强项可以让你的事业可以走上来？我创业前，我懂我一定会成功，世界上面关系吧，是因为我创业前的那一份工作是 corporate sales，我懂得这样子 convince 政府上市的老板去签我的合约，就变成我一定会成功，因为我在销售技巧上面我已经有一套成功的方法论了。所以你对我来说，假如有的选的话，我还是会把我的这个销售能力做到极致，学好它，这样我以后做什么事业只需要对接而已，都可以成功。这是我的建议啦。当然有别的方式可以做，别的方式就变成其实你的进展过程会比较慢。假如你真的是零 network， 你零技巧什么都没有状况下面比较难做到。这是我自己自身的经验告诉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懂还有什么东西，以你现在的能力来讲，你是可以解决得到，可是市场上又没有人解决这的。因为我前面讲到，就是我被 recruit 去做这个面子书的营销的时候，整个市场是没有人在做这的。当人家开始进场的时候，其实我做了好几年，我就已经有很多的权威，包括像
proven 的 record 等等之类，就变成人传人开始把业务做大。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强项配合现在市场上面时机，你是能 fulfill 的话，我觉得应该争取这个机会。而且可以关注国外的趋势。我觉得是每一个机会或者每个创业的人士来讲啊，你必须掌握不同维度的一些资讯来让你做决策。我一直参考国外，是因为国外象征的是趋势，他们复发比较快，发生过很大会再重演，可是不一定给100%参考，是因为这里有这里的文化，这里有这里的 practice 跟标准，所以你要这样子去 localize 看到的 international 的 news 变成你的 localization。所以我讲结合用户的想法是非常的重要，圈子的想法，再结合世界观，才可以成立一门生意或者一个机会。那么 Jackson，你在短短2年里面，从年收入10万到年收入100万，翻了10倍。如果普通人要在3年里面让收入翻倍，还要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普通人里面要去让收入翻倍，其实一点都不难。假如讲打工的话，你要让你收入翻倍的话，你基本上换多1-2份工就好了。可是你换了1-2份工，都必须要有一个在职位上面的跳级，代表着你在过去的1年的进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要翻1倍是不难的，在打工的 level 上面。但是在我这里的话，我是创业嘛，我这样子在2年里面做到翻10倍，是因为我所改变的是整个商业模式。我做的东西是依然一样。这之前我做的是 agency 嘛 ，client 给我几千块，我去服务他的东西 ，copywriting design 等等之类。可是当我去转型做成 profit sharing model 的时候就不一样，我是 partner，可是我同时也兼备着很高的一些风险，没有赚钱我没有全分。可是我得到一个advantage，就是假如真的做到很好的话，我会有很高的回报，就变成这个是可以让我 all in 的契机，我就 all in 在那边那个生意。所以我所改变的是思维，我改变是商业模式的运作，可是我做的东西依然一样。因为在之前我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我在整个行业里面我做 agency 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知识，我觉得我的技巧跟我的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套错生意模式，让我的价值变得非常卑微，我还要跟他掏钱追钱。现在我就想，我做营销的，我应该让我的价值放大，别人追求我，别人来找我跟我合作，那我就变成 profit sharing model， 也变成他是真实了，原来一样的东西，换不同的定位上面是有这样大的差异化。假如讲给普通人的话，刚才我讲的前面是翻倍嘛，你要翻10倍的话，你就必须要思考里面这个东西在打工的整个 environment 能做到吗？不然的话，你就必须换去一个创业一个 environment， 你是否有能力去把现在看到的机会里面跟资源对接起来，让它产生价值？最后讲的就是商业模式可以创造的价值在哪里？因为商业模式解决的那个问题越大，价值越大，价值越大也代表这个市场或者你的圈子里面回归你的那个 reward 会更加大。商业模式基本上不是来帮你赚钱，商业模式基本上是讲的是你这样子整合你身边的资源来解决一些问题，创造价值才得到的回报是整个流程来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会 business model canvas， 我就会全部错了。因为假如你的生意模式上面是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的，你基本上你不可能赚多钱。那么 Jackson， 打开认知对你来说重要吗？非常重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我其实每一天定期我都花至少一个30分钟到1个小时里面，我会在 online 里面去读很多 articles， 关于生意模式啊、营销啊、案例啊，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我几乎坚持了10多年还在坚持着。所以很多人说Jackson 你不上课你好像什么都会这样，我每天都在上课，只是不同的方式在上课而已。因为我不需要人家总结给我，我从我中学开始我就不希望人家总结给我，希望我自己总结东西。因为从我的角度看到一样的事情，我可能总结到不同的结果，所以每天看不同的东西，包括讲有时看回一样的东西，我还是领悟到不同的东西，这些都成为我人生最大的学习之路跟成长的点。第二的话就是当我去掌握这个东西过后，我会去把它 apply 在我的生意上面。我学了一个东西，我看那个 concept， 我看那个 case study， 直接把它变成 action plan， 所以我是一边学一边 apply， 一边得到结果，这样我才知道原来我学习是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得到结果。把很多人就误区，我学是为了学吧。就是你这个思路真的是很特别，很重要。第一点，你刚才提到你长时间10年都在阅读，总结了过后写在你的social media 上面。是，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一本书，他也是提到他每天会坚持
写推特，因为推特限制了140个字，把资讯他阅读到资讯被逼要 process 变成一个简单的 message， 所以你就做这一个 processing， 所以很多人只停留在资讯，把它没有 process 把它变成智慧，还要把它变成实践。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这个是学习最快得到 feedback。那么 Jackson 聊聊你个人呢，你的 MBTI 是什么？我本身是 INFJ，所以基本上就是几个 keyword 啦。第一个是我们靠直觉，但是我们有判断力，再的话就是我们非常大的同理心，同时也是有大爱，所以变成其实常常会非常犹豫不决，是因为我必须要在同理心跟在判断力里面做一个决策。这个其实对对对，是一个 INFJ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奇也非常一个奇怪的一个矛盾体。那么 Jackson 你觉得你从小跟同龄人有什么差别呢？我还记得我在小学大概5年级开始里面，我就发觉到其实我根本就不想要做其他人在做的东西。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老师会叫名字上去，就是可能呈现你答案分享嘛。我记得我非常喜欢是数学题，老师叫我去分享数学题的时候，我跟老师吵架，是因为我告诉老师讲，你的公式可以用很多方法找到答案，我就当场给他看，我是这样子 reverse engineer 找到一模一样的答案，有2种方法，可是没有一种是他的方法。他就讲了一句我是错的，我就跟他讲答案一样，干嘛我错嘞？他讲因为你没有跟着我做，我就跟他吵，这么我们不要尝试可能性呢？我的路可能比较长一点，我公式比较长，可是长的路那条是我想走的路，怎么你要阻止我嘞？我在小学5年级就开始发觉到，其实这是我跟别人最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愿意表达，我敢讲出来。你小学5年级就已经发现到？我自己发现到我其实这个是我最大的特色。我这个也是很不一样哦，因为很多人其实好像 Steve 说，我们看回去 connecting the dots 是容易啦，就是原来我以前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你在小时候就已经发现到，我发现你很敏感，很会去总结是自己所做的东西背后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 INFJ profile 的词语，就是你常常会深度 review 自己做的每一个东西，所以从那边你可以很好连接，成为你以后 reverse engineer 的能力。所以我 reverse engineer 的能力是在我大学里面就是发展到非常明显的。到现在我做每件事情都是 reverse engineer， 所以我可以接受任何一个结果，因为已经思考过了，没问题，走吧了。那么杰森，在你的成长过程有没有哪一些经历其实塑造了你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你的领导风格呢？第一的话就是我觉得有啊，在我的身边我觉得非常多的贵人。OK， 就比如讲在我大学时期，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学生是不喜欢我的，因为我的就是那种不想跟着你想要做的方式的风格，老师都不喜欢这样的。但是我很幸运，在我那时候大学时期，有一位导师告诉我一句话吧 ，Jackson you are born to be leader， 你做什么都支持你，就是那样的一句话，就让我继续做回我想要做的东西，完全没有改过，还是一样，我还是本来的我，就是因为这句话。当然，在我的人生里面，其实家庭我发现事情啊，比如来讲，我的父亲他去云顶输完所有的家产，所以让我的母亲有忧郁症。因为发生这个事情，它加速了我人生必须要学习的过程，在一夜之间。那个时候你几岁？那时候我在大学读第1年吧，我还记得我的母亲拿2把刀要砍我的爸爸，我很理性，而且很没有情感的走过去握着那2把刀，跟他讲一句话：有我在，东西我搞定就 OK 了。那时候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那一个契机，这是个人方面的。当然就是也贵人方面，所以加速我这些所有的认知。所以在同龄人其实外表我看起来就是比较冷social啊，傻傻笑笑这样子啊，可是私底下我是一个很早我就明白所谓什么叫人生哲学或者人生道理这回事了，看透一些东西了。所以我的价值观是我常常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哦，我尽量去帮助我可以帮助的人前提就是这个人是否有跟我同等的一些热爱，这是我价值观。假如他要我的东西不是原则上面的东西，只是利益上面的东西，我基本上我会删除掉这个朋友。对外人来讲，其实有一种这么我越变越固执的一种过程，就是好像核心理念一不一样的话，我就完全不想再谈下去了。因为我懂，我不会因为利益而去牺牲掉我本来做人的原则。我在这里是非常的强硬，坚持做自己。我非常坚持做我觉得认为对的事情，因为第一，我常常会在那边思考，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在
用几个维度思考着。第一，我用我自己的身份；第二，我用你的身份；第三，我可能用其他身份，在同时跟一个人讲这话，所以变成我是思考这个，所以我常常会进入一个误区。我觉得我讲的应该是比较对的，格局或者全面性，我应该是比较对的，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还在进步着，可是我觉得稍微改一下应该更好。那么如果你的聊天对象是跟你同一个价值观的人 ，maybe 就不需要去内耗这样多。其实来说，跟我合作的人是因为他的理念跟我一样，他也会因为理念一样跟我合作。他们比如来说，我有很多 partner 来找我们谈的，或者 retailer 来合作了，他们愿意跟我合作。after 筛选这样多人过后，是因为理念一致，而不是我的执行能力。因为理念一致，我们就因为理念而把东西做好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大的分别啦。理念或者原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iltering 的一个工具，让我们筛选到最合适的人跟我们合作。这跟营销理念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想舍弃。我发现 Jackson 你从开始到现在，你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你会去，好像刚才你提到，你会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就是我们说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maybe 它就是少有人走的路，but 你认为是对的路，你就会走。我发现现在的我们讲说，现代啊，很多人都会被别人可能影响到，或者是少了自己的这个中心思想 independence，就没有 independent thinking，他可能就会觉得，没有人走 ，maybe 我是错的。Instead 去讲说，我觉得是对的 ，Why not 我 try to 去 explore 去了解看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 summary 啦，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对的，到头来是错的，都不用紧，你会错到最后是对的。脚那条是你要走的路，你只是走多一点路吧，没什么，是你要的路，你会走得很开心。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强项和闪光点是什么呢？我最大强项是我在短时间里面呢，可以消化很多的资讯，把它连接起来，从里面找到问题，并提供方案。有很多时刻是几乎是马上。怎么练到呢？就早上我 post 在我的 social media，其实我刻意练习，头脑不记任何一个东西，我只 process 东西罢了。所以我是公司里面，我觉得甚至是我朋友圈里面，我是 processing power 最强的。我可以在4个小时里面 process 人家可能整个礼拜的东西。Jackson 你提到就是刻意练习 ，sometimes 让我想起来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数学嘛，大家都是背 formula，我喜欢 derive formula，是，就我先找，它 formula 怎样做出来的，in case 我不记得或者是我忘记，我可以重新做出来，所以我就对自己的信心跟能力有一种信心。是，就是你提到就是很多就少有去思考，我觉得思考能力 maybe 是现在比较罕见的事情啊。你去思考，你在 process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我们讲的 hook 啊，去连接跟你的吸收和你的记忆。Instead 我硬去把那个 information 暂时 store 起来，它没有 hook 啊，你不能去 implement。因为我觉得在思维上面的东西啊，重要就是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理解东西的 framework。很恐怖，就是很多人不懂，其实可以有自己的 framework， 他以为只能抄别人的 framework。我觉得是人类最应该栽培的技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了，8-2定律嘛，你认为那28%的成功人士，他们有哪一些共同的特质呢？不管是 B 是在权力啊、地位啊、开心等等里面，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在于选择。我觉得所谓的成功人士，他自身已经知道他有的选择的 option 是有多少项，而且他有自由权，他很愿意的大声的说出自己想要的那个选择，并把好好的实践。88%人可能活得比较不好，或者比较痛苦，是因为他本质上他不是在做着他想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化。我去咀嚼一下。那么 Jackson 呢，我们看一下，说你人生中你做过最关键的决策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人生做最大的关键决定啊，再就是我每一次有的选择的时候，我都选择不听别人的，听我的内心想要做什么。After 尤其是我了解原来我有直觉和判断能力的时候，我就更加坚决我要做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我到为止里面其实我永远不遗憾的东西。
那么 Jackson，你的团队目前有多少人呢做法大概整50到55人之间。？50多个人，你是怎样去管理这么大的团队呢？其实我管理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一开始当我创业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打算是用向上管理，就不做向下管理。就下面的人就进来我的公司，他必须要 proactive，必须要主动的去update 我们 progress。得说我们公司每个部门有自己的 reporting，他们用 report 来 update 我们就好了。我们看了这些可能数据啊、Power BI 啊这些东西，就已经懂他们在做什么。我跟你分享一些东西，就比如来讲，之前我管理营销团队的嘛，所以营销团队我已经有发展自己的所有的 reporting、daily report、weekly report 等等之类。透过这些 report，我一看就懂问题在哪里。without communicating， 完全不用沟通，我单单看 report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我所做就是我看了那个 report， 我就把那个 report highlight 下来，可能告诉我团队讲，你们是否这里遇到问题啊？因为这条路我也走过，所以 reporting 是其实让上面的人就是管理层很容易可以找到问题，并且去帮助团队去解决那个问题。因为以前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挣扎，我是 salesperson 吗？做某天 report 这样麻烦的事情 ，paperwork。也是我在那个时候，我的 manager 教育我，你有事情我可以 backup 你吗？你没有填 report，我哪懂在干嘛？就这句话就变成原来是向上管理的。向上管理这个模式形成是因为，除了我的 manager， 我的一个 senior 就跟我讲啊，你填了 report， 你觉得 manager 会找你烦咩？他烦是因为当 GM 找他的时候，他没有的解释。他有的解释的话，他猜都傻啊。是我觉得，所以到现在我是用一样的，我不管下面的人，我们公司没有领导，包括我自己会做 micro management。只要那个人需要做 micro management， 应该不是适合我们的人了。好像简化了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不用 communicate， 一看就已经懂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就忙着去找方案就可以了。这个沟通是一个成本呢，很大。假如是有意义的沟通，我觉得应该做。但是这种是没有意义的沟通，做什么？重点还是要吗？可是要选择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的沟通。这个 redundant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会发现，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rules？ 为什么有这样 SOP？ 为什么有这样子？当然不是代表所有的 SOP 是对的了，但一些方式我们应该要去看，为什么这样子做？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是 maybe in future 你自己开始有自己的团队啊，你在当领导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应该 implement 的方式，所以从那边去思考，对，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包括讲，其实我前几年我就在那边跟我领导讨论的时候讲，我取消我自己。我以前最讨厌 SOP， 现在我很喜欢 SOP。我曾经一度很讨厌吧，现在我已经领悟到 SOP 是来做什么，不是表面上面的东西，是有很深层的意义在那边的。你已经理解他多么强大，而且Jackson，我相信你是一个特别擅长做 SOP 的人。我讲整个理念、整个框架，我全部没有问题，因为我懂每一个东西的原因在哪里。可是我这个人是细节上面是非常差的，所以我的 HOD 是很可靠，而且也非常的强大，来解决我的所有这些弱点。衬托互补。对。那其实你怎样发现人才的呢？我很好奇啊，Jackson，你在请人的时候，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我看重品质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继续热爱他想要做的东西，他是否有没有一种态度，一种 pattern 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我们是想要前进的人，我们想要开拓的人。我可以从不只是 language 上面，他的眼神，包括他的肢体动作，告诉我他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的人。那么你是亲自去面试 interview 人呢？通常除了在 HOD level 以外啦，一些比较很 interesting 的 resume 我会亲自去 interview。就比如来说，就是我的前助理，我觉得我到现在还非常的记得那时的 interview， 因为我的前助理啊，即使他入职的还是他人在东马，可是我在西马，可是他就在这样的合作方式就成了我的助理。我们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我看那个 resume， 这个人很奇怪，他的 CGPA 3.9多，他干的第一份工作是JNT 的 admin， 第二份工作干的就是幼教。我看到这个 resume， 其实我有点悲伤，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很容易进入一个状态，就是我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用同理心，
我是他，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觉得我很愤怒，我觉得我很难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资历，我做这样的工作？我是抱着这个心态，跟这个想法就跟我的前助理做了第一次的 Zoom meeting interview。他几乎在整个10分钟的 Zoom meeting 是没有讲过那句话，但他也在 Zoom meeting 里面就流下他的眼泪，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不应该有现在这样的待遇，跟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应该是很积极的人，你想要追求的人。我就问他一下，是否这一些东西发生和这2年的 career 让你完全没有信心啊？他就点头，我就跟他讲，不要想那么多，你来我这里2年里面，我会给完你所有你应该有的信心。就这样子，他就答应进入我公司啊。当中我们是讲不到10句话，这是我记得其中一个蛮特别的整个 hiring 或者 interview 的过程。我会发觉到，我这个人在 interview 人的时候，因为 is about 人对人，我常常跟我领导讲哦，我们不应该做 interview，我们是以一个同等的地位在商讨双方的未来是否一致，而不是我来决定这个 interview 你是好跟不好，而是讨论出大家的未来是否合适。这是我抛着的理念，所以每个 interview 我会跟他们一开始我就会讲一句话的，这不是个 interview 吗？只是双方 sharing section，让我们探讨一下能不能在一起。这是我每个 interview 都会讲的开场白。我希望给大家用平等的那个态度跟思维来讨论，而不是讲我不想要请一个人，我想要找的是一个可以长期的合作伙伴，所以我就不应该用请人的方式来做招聘，这是错的方式。那么 Jackson，你觉得一家企业如果要做大、要做长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可能给出的答案会有点不一样啊。我觉得以现在的我，在未来看到5年、10年至少啊，我公司前景，我们继续壮大跟发展，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 core value。我们 core value 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想着，每天在思考着如何去 sustain 我们的 community，这样子让我们所有的用户可以持续健康，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合作伙伴啊，可以持续发展。这样我们企业要做大，那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强烈的去不断的在我们内部跟圈子里面告诉他们，这个是我们的步骤，1、2、3，不可以跳级，不可以直接从企业的角度去想。我觉得持续发展，这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 core value。因为什么？只要有这个 core value，我相信加入我的人才都会是对的人，自然进来的 partner 都会跟着这个 process 来走。持续发展 as a community。对，当我讲 community 的时候，其实它意味着是整个社区、整个社会，从 consumer 角度去到我们说，比如讲 retail partner 合作伙伴或者 vendor supply 也好，才到我们自己企业的本身。因为在于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专注重要的东西。我现在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否属于上面的社会问题？是，因为在健康行业里面啊，社会上面的健康，不管是 physical 和 mental，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从来不觉得只是一个卖产品的问题吧，是解决社会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真的做好来。那么 Jackson，展望未来，你对 MCM Group 的期望和计划是什么呢？展望未来，其实我们会发掘更加多的业务，所有的业务将会围绕着就是整个 community 的那一个问题和健康的方向去开创的。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越走越 old school，是因为好像讲我们其实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我们想要去这样子建立的更加好的就是本土化的那个社区营销。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营销，尤其是网络营销，必须要快速在网络里面展开？那条路我不是没有走过，我走了5、6年，可是我发觉到在健康行业上面，单单网络上面的这种交流 engagement 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线下人对人的一些 education 啊 engagement 啊帮助 ，in order to 让他改变他的人生。所以听起来好像很难，不吃力不讨好，可是我们觉得这是最对的事情去做，这是我们不会改变的，在未来。
那么 Jackson，我发现很多时候你会从宏观的角度来去看事情，比如一些企业应该怎样发展呢、那个 community 啊，市场的趋势啊。那么其实你认为现在目前大健康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为何我在今年公司换定位，我一直只想要做 healthcare 的 marketing 罢了，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马来西亚的 healthcare 其实有一个现象，就大家看到很多资本进来了嘛，对吗？他开始会以利益为主。我希望我们MCM 可以扮演一些小小的角色，在整个世界应该以利益跟以资本为主的趋势里面找到一点人性化。我本质上我做营销的，我希望那个服务跟那个所谓的 provide 的产品，全部是真的是符合我们用户想要的东西而做出来的。我不想以后的世界只剩下有钱人可以活下去罢了。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我希望我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可以好好可以享用本来人类制造的健康智慧，好好的活下去，健康的活下去。所以营销的力量在于传播，我希望我传播对的事情，去稍微的改变这个行业，让它可以真正帮助人多过于只是为了利益套现而已。这是我们想干的事情。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未来5到10年大健康领域的趋势会是怎样呢？有什么是年轻人可以抓住的机会吗？我觉得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30年等等之类的，其实整个大健康领域将会是越来越蓬勃的。compared to 其他 country 来讲好像台湾日本、美国等等之类的，就马来西亚的整个教育健康是比较慢的。就比如来说，我们就买个产品，其实我们不懂我是什么，pharmacy 介绍我们就买罢了。可是，在台湾、在日本，他们懂，他们买什么，他们会读里面的英语来去判断这个我能不能用，哪一个我不适合等等之类。这变成其实我觉得是现有我做着的，就这样子用营销结合健康知识为主来去传播。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不多人在做这一块健康知识传播，所以以未来的愿景来讲，假如讲要从现在耕耘到未来的3年、5年甚至10年来画的话，我觉得健康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时可以让你打造品牌 IP， 甚至你的业绩带起来。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白。确实，马来西亚好像 Jason 刚才提到，马来西亚我们在 awareness 上，在于 education 上是比较慢，它迟早会来到了。然后马来西亚我们消费者也会开始去懂得去分辨，去看更多。所以现在开始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接下来就会变成你已经走在前面了。对，这个对的事情是很重要，是因为当你做对的事情其实在经营着你的品牌，你的为人，你处事方式，只有建立好这个东西，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挑战，你都是有能力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跟市场的连接和信任度已经有了。以后讲的是信任度是。那么 Jackson，很多中国企业跟品牌进来马来西亚市场，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其实在2、3年前，我一直有说的，就是整个亚洲会一体化。现在你注意看的话在我们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等之内，全世界都在竞争东南亚。比如讲中国、美国，他们在各自的市场已经饱满了，所以要这样子才可以增加的市场份额，就是去一些他们还没有去的地方。刚好他们原来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发觉到，东南亚也是不小哦。东南亚很多国家在成长着，也代表着机会很大。印度尼西亚也接近差不多3亿人口，很多人所以变成现在东南亚是很多其他成熟国家的增长策略全部会进来，就变成在未来的2年、3年，本地的马来西亚的人会遇到很多挑战，在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商家生意会进来里面争取这里本地的市场份额，我们这里的市场份额肯定会降，不管是人才，不管是资本、企业操作等等里面，大的公司什么都有。这个东西是我一直在教育整个市场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提醒一句话吧，为何马来西亚人只能做马来西亚的生意呢？怎么马来西亚的企业家没有想过做国外的生意呢？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当你的本地的市场份额被挤压的时候，你就永远被挤压下去。假如你的那个竞争能力不够强，一定会有企业可以成功看守好的 market share，
中小型的玩家很多会被拿掉他的 market share。所以这样子让你可以持续去成长，而且可以 maintain 就是别人吃你的地方嘛。假如你同时也吃别人地方，你觉得你能不能保持增长或者保持业绩呢？好像在说，今天讲哦，今天有一间 Australia 公司或者企业或者很多企业来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这样你可以去 Australia 拿下市场份额吗？可以吗？重点就是马来西亚小国吗？你去大国抢大国的市场份额，不是更值钱吗？所以马来西亚人不只是做马来西亚生意吧，单单做马来西亚生意很难，除非你的行业里面的产业链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 ecosystem player，就代表这个行业有你没有你差很大。假如你发觉到那个行业没有你没有分别的话，基本上被淘汰的机会非常大。所以either你去更大的地方，不然就是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力是很集中重要的。我觉得是每一个不管大型小型所有的企业家，本地企业家必须要做的一个抉择来的，不能再单单以为做好马来西亚市场赚这些钱就够了。因为当你没有在进步的时候，没有成长的时候，你的现在的市场份呢，就是别人的增长机会。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外国资本卷进来东南亚市场，尤其马来西亚有这种语言的优势的时候，可能马来西亚就是一个 HQ 啊。以前没有来，所以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去对待。不，现在已经来了，意思是说，好像就是你提到那个建议就很好，应该要现在就布局去 expand 去外国市场，要不然2-3年的时间应该是就被淘汰你掉。觉得什么？对，现在就必须要做出那个改变，必须要 expand 市场，不是继续扩大本地市场，已经在布局着去外国市场，这个是必须要走的路。现在我们谈到这一点呢，另外一个现象，我们看到 MCO 过后，这几年下来啊，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有很多公司就会采取一种裁员的一个策略了。那么就是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呢？我不觉得裁员动作，我不能讲是对或者错。把裁员是否那间企业必须做的动作，in order to 让它更有效率或者生存。假如他采取了整个裁员的这个过程里面是有一定的宗旨或者目标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一直在新年内的想法，就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行业你把它分类的话，其实每个行业的圈子都很小。好的人才只会从 A 到 B，B 到 C，C 到 D。我现在对整个市场的人才要求就是，我只想做到你来我这里做，你可能去 B、C、D，你去玩过，我要让自己来强大到你还是会回来 A。我的思维是这样子。人才会越来越多吗？是，Top 1% 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吗？没有，因为 Top 1% 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经验的累积，包括所有的资源去栽培这个人而得到的所谓的 Top 1%。这样 Top 1% 会明智的，我要去哪里？最后，我一定要去最好可以发挥我的技巧或者发挥我的价值的公司。那你公司是否好 ready 给这些人才进来的？很多人奇怪。周末人才没有来我的地方，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不是人才没有，人才到处都有。很好，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你其实已经 plan 了很长远的，是想说10年过后他转一个圈会回来，可能现在可能前几年你还没有准备好，不转了一个圈你准备好了，但 top 1% 他会选择谁 ？maybe 就是你跟他建立的那种信任，而且三观一致，他会觉得选择最好的，他又回来了。所以你布局的很远，也是。所以凡事关于人才，不要做这样绝，圆滑一点，凡事好谈。OK，那么近几年呢，Jackson，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本地的公司为了快速增长、冲业绩、占市场，就开始采用一种叫做狼性文化。那么你怎样看待这个文化呢？每一间公司的企业文化将会非常很重比例的依靠他的那一个 founder 或者老板本身的文化的个人文化，所以其实我对狼性一点都不抗拒，反而我会站在他人的那个角度思考，狼性是否你喜欢的文化可以
跟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个文化。只要是你想要的文化，我觉得那间公司采用这个文化是 OK 的，也可能这个文化是那一间公司最强的那个竞争能力，因为那个狼性可能是老板本质上面的核心价值。我讲的是这个东西，我不会讲它好或者不好，好像我自己我没有尝试过，就是想要采用这种文化，可能过去的6、7年、7、8年前我尝试过，甚至讲可能企业文化一大堆 corporate culture 这样的东西，我尝试过 ，but 它跟我的原则上面不符合啊，因为我是那一种 INFJ 哦，是我想要狼性，我很有上进心，可是我又想人性化一点。有个冲突啊。对对，就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不讲我们叫狼性，可是我们是很积极向上，而不会讲因为想要只是利益而去忘掉所有他人的感受。我们希望在得到这个结果，同时可以顾到全部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文化上面的选择。我们不能讲它狼性，它就不是一家好公司，它不是的。可能加入他的公司的人都是喜欢这种 culture 的人，那你不能讲他错吗？不，他一个人是整间公司都是这样的人哦，那对呀。那么Jackson，我们看一下，那如果对于一些想要创业，可是还没有明确的方向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全部人应该做的，全部年轻人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来找出来哪一个东西是你最热爱的。第二就是你热爱的东西是否已经有人在 monetize 了，就是用现在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把它变成自己的生存方式，有没有？有的话，大量参考，找出它是怎样子做到的。第三，把这个所谓找到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你可以从 part time 做起来。假如真的证实它可以 grow 的话，就变成一个生意，就创业吧。那么我看到刚才我们有提到一部分了，Jackson，你认为现在年轻人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前景吗？根据我国啦经济学家说的报道啊，其实马来西亚在未来的几年前景会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的包括讲在 JB 要建立的 data center 啊，很多的 AI 一些 project 啊等等的，包括讲人才等等可能会增加，当然同时也是有流失，所以变成在马来西亚哦，你要想一下，马来西亚 as a 国家，我们朝向的方向是否在这里是可以巨大化你的价值的。我不会随便跟你讲啊，就是你是马来西亚人，你一定要留在马来西亚做工。没有，刚才我前面补到一句，假如你是 IT 的人啊，很强的 IT engineer 啊，可能马来西亚不是最适合你。但是假如你可能是一个很强，可以解决问题的创业家，可能马来西亚很适合你。为什么？马来西亚简单来讲，其实在这里的整个创业的流程等等是很松动的。很容易可以创业，而且你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你可以满足到市场条件跟解决问题的话，你基本上你快速可以让一个企业可以增长起来。这个是有马来西亚拥有的一个自由度 for 创业的人，但是马来西亚的确老实说，对技术型的人才没有那么友善。我本身在这个行业做了12、13年，我的营销，我不敢讲自己是最强的那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可行度跟成功率。一样 marketing 的薪资在马来西亚 compared to 我在美国可以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差很远的，不只是4倍而已。可能讲没有在对比例下面，我都单独可能是美国比这里更高的。在马来西亚之前，我们的 marketer 的身份就是我们在商业里面，我们是属于一个工具人。每个生意用 marketer 来赚钱，也就是工具人啊。可是没有哦，在欧美很久就已经发生了，写文案的人copywriter 都可以享有 commission， 都可以享有 profit of the business。单文案没有讲 marketing 是甚至可以做到很高职务来去做分红这一些，马来西亚没有。所以相比之下，你就要聪明的去 analyze 你现有的认知跟你的技巧，在什么国家发挥是最好，而且成长是很大的。之前中国有很多案例嘛，就 IT 的人全部去硅谷 Silicon Valley 去那边学习成长过拿回去中国，一回国就是创业。
因为他们把先进国的 know how 里面掌握了发展自己国家，我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之一。但是马来西亚还没有看到舍得回来特地发展马来西亚的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国外的人才，只要看到我在 podcast，可以思考的一个选择。钱赚过了回来帮马来西亚发展啊，我们也想要发展。是马来西亚也是有企业想和你们合作的。对，而且马来西亚政府其实现在很提倡我们把我们的 skill export 去外国，service 外国的客户，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才从外国回来去协助我们。经验，我们需要这些有经验的人来嗯传达给本地的人感受到，而且提升他们的档次。是市场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如果你是外国人才看到这个 podcast， 市场已经在等着你了。那么 Jackson 最后了，有些年轻人可能现在正处于他职业或者事业的十字路口，正在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也比较直接一点，你接下来做的决策是否你可以 all in 的决策，是否你不会后悔的决策，是否你一不做你一定后悔的决策，是的话你一定要做。我会比较直接，是因为我不想有很多原因很多元素要考虑，可是这个是最直接，因为当你 all in 的时候啦，你所得来的能量，你所得来的资源跟所有的影响力是完全不一样。